我每天早上会反酸、恶心，问他怎么办。如果不需要钱，不需要网络，只需要任意一部终端设备，比如手机、电脑，就能随时1对1问诊咨询医生。这件事是不是听起来很酷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任。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这款在医疗领域上的 AI 应用 Doctor GPT。它是基于 Meta 的开源大语言模型 Llama 2和通用语言模型解决方案的 MLC、LLM 这2个技术手段，再强化训练成一个通过了美国医疗执照考试的私人医生，并且支持运行在没有网络的 iOS、安卓等移动终端设备上，这为很多付不起医疗费或是没有网络通讯的人提供了便利。本期视频我们将为大家详细介绍如何在移动端和Web上使用 Doctor GPT， 还有 iOS 上如何从源码编译构建，以及尝试去训练模型。视频有点长，希望大家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 AI 工具或者前沿科技资讯，请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么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问诊吧。OK， 我们先来到这个 Doctor GPT 的官网，官网很简单，就是一个示例，然后什么是 Doctor GPT，什么是 Algomed 就是这个医疗算法的一个 API 就是说这个 Doctor GPT 用到了这个 Algomed， 然后 Doctor GPT 的作者是谁？官网有提供这个 Doctor GPT 的 OpenAPI 可以供大家使用。然后我们来到它的 GitHub 上他说 Doctor GPT 是一个大语言模型，并且通过了这个美国医疗执照考试那么这个什么是这个大语言模型呢？它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简称 LLM。常见的大语言模型包括这个 ChatGPT、Meta 的 Llama 和这个国内这个百川等等。但是只有这个 Meta 的 Llama 是开源的，并且它最近出了这个 Llama 2。然后 Doctor GPT 呢也是开源的，基于这个 Llama 2 7B 模型去训练的。通过这个强化训练是在内存当中仅占3GB， 所以它可以支持这个 iOS、安卓和 Web 去使用了。我们要知道，普通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是高达40几个 G 所以一般的像我们家用的这些设备是无法去运行的。并且呢，他说的 Doctor GPT 呢是完全免费的，并且是离线的，支持离线的。那也就是说，它可以不用访问网络去问诊我们的私人医生。OK， 这些就是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它官方的一个视频，就是说最开始的这个 Llama 2在这个考试的时候是只能达到这个20几分然后当微调了之后呢，就变成了这个42分，然后再去通过这个人工的干预、强化训练，最终通过了这个考试也就是说，这个 Doctor GPT 的这个答复是值得我们这个作为参考的。然后下面是介绍 iOS、安卓和 Web 的一个使用这块它是基于这个 MLC 去做结合使用的。那什么是 MLC 呢？MLC 呢，就是一个通用的模型解决方案，它允许你在任何的终端设备上去执行你的语言模型。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通过它的技术手段压缩你原有的这个模型的一个量级。这里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这里可以看到 MLC 对于这些大语言模型呢，它会有一个量化的处理，原始的体量都比较大，当它这个量化处理之后，3位、4位或者8位之后呢，它会达到一个很小的一个体量。你像这个7B 版本只有4G， 最大的只有4G 的一个内存体量，所以这样的一个体量的话来讲，完全足够运行在我们这个手机和电脑。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文档，MLC 官方呢给我们提供了 iOS 和安卓的一些这个 App 供大家去使用，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开源的一个支持我们去自定义构建的一个应用所以在这个文档里，我们既可以去 App Store 或者是安卓的谷歌 Store 去下载我们对应的这个 MLC 的通用的应用，也可以去构建我们自己的这个应用程序那我们这里就直接去 App Store 去下载一个官方的 MLC Chat，然后连接我们这个Doctor GPT 的这个模型链接，然后我们试一下效果那么模型链接呢就在我们这个 GitHub 上这个 usage 这块然后他说这有2个这个模型，然后一个是针对这个移动端做了优化，那这个 Doctor Mini 就是做针对这个移动端做了优化的这个。好，我们直接在这个 App Store 中去搜索搜索之前大家记得去切换这个美区账号然后我们直接打开，目前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Add Model， 把我们这个链接粘进去然后点击 Add Model，
因为我这个模型已经加过了，所以我这边就不演示了，直接点击这个 Doctor GPT， 我们随时可以进行一个对话。它这里支持这个离线，所以我们打开飞行模式也是可以的。因为我这个连接的这是 OBS， 然后右上角这个 WiFi， 其实它现在已经是没法上网了，可以试一下。OK， 其实它是没有网络的。然后我这里呢准备了一个文案，大体意思就是我现在有这个胃炎，然后我每天早上会反酸、恶心，问他怎么办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OK，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离线的模式啊，可以看到它真的是支持这种离线的输入。OK， 可以看到它给你说了很多啊，包括你的这个如何用药。如何睡眠和你的这个就是作息时间嘛，然后还有你这个饮食问题啊，还是很具体的。好的，我又准备了一段中文啊，我们再试试它的中文能力啊，就是你好医生，我最近胃疼，早上起来总是恶心反酸，持续很多年了，问他怎么办？看看他中文的一个能力啊。好的，我会尽力为您提供最新的医药知识，我相信我可以提供最新的医药知识，但是我的医药知识是不完整的啊，已经出现乱码了。感觉好像什么也没说啊，中文什么也没说，我们再来一遍试试。他完全不懂啊，可以说这个目前的这个训练模型对中文的支持还是不是很友好。OK， 那我们再来试一试 Web 端的应用，然后因为这个 Doctor GPT 是基于这个 MLC LLM 的嘛，其实这个 MLC 是支持它提供了这个 Web 端的应用啊，它是基于这个 Web GPU 的。那么直接试一下它官方给的这个 Web LLM 这个项目。首先我们还是把这个项目克隆下来啊。OK， 我们先来克隆一下项目地址啊。好的，打开以后呢，在这个 Examples 里，它给了一些这个我们示例的这个 Web 应用，这个 Simple Chat 就是我们这个示例的应用。OK， 我们先唤起一个终端。然后我们进到这个目录里啊 ，Simple Chat 目录里，然后我们安装一下依赖。好，安装完依赖之后，我们直接 npm run start，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效果啊。它起了一个本地服务，端口是8888，然后我们直接打开看看，可以看到这就是它的一个页面了。然后左侧这个左上角这边有选择模型，但是没有咱们现在这个 Doctor GPT。那怎么弄呢？在这个 Simple Chat 目录下有一个这个 gh-config， 这是从远端拉取模型的。那么我就复制一下最后一栏，然后加一下我们这个 Doctor GPT 的这个链接啊。这里的模型链接它是需要给到一个就是真正的下载地址啊。就是它的格式都是 resolve 后面是 main 啊，这个可以在它的官方 API 里头去看到。然后在这个地方，这个 ID local ID 我们就给我们这个 Doctor GPT 这个 OK， 然后 local ID 给 Doctor GPT mini OK，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重启一下我们的服务，刷新一下页面 OK， 可以看到 Doctor GPT mini 已经有了。然后点击它就会去下载，大小一共是1500兆，1.5G 左右。大家觉得就是下载比较费劲的话，它这块也给了一个就是本地的加载方式。那么本地怎么加载呢？可以看到这个 package.json 这个打包脚本当中，它有一个 MLC local 这样的一个脚本，它是从本地的这个 config 文件去加载的。那我们看一下，本地模型都是通过本地路径里去找到的。那么同样，我们复制最后一行，然后呢，本地路径怎么给呢？这里我们需要下载我们的 Doctor GPT 的模型啊。刚才我所说 Doctor GPT mini 这个模型是在 Hugging Face 下，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原文件，可以看到它这个模型文件一共51个。那么这个模型怎么去下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个 Clone， 可以看到它官方推荐的是用这个 Git LFS 啊，这个其实就是下载大文件的这个。尤其是像这种2进制文件的，推荐用这种 LFS 这种形式啊。然后其实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下载这个 Pipe 这个库啊 ，Hugging Face 这个库，
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 snapshot download 这个函数，可以去下载对应的这个 repo 下的这个文件啊。这种2种方式啊，一种是用 git， 一种是用它这个 pipe 这个库。然后我们主要关注这个 MLC chat config， 可以看到它是基于这个红睡衣版本，所以我们还需要给到一个原始模型是这个红睡衣啊，因为它依赖了这个模型。红睡衣这个模型去怎么找呢？其实这个 gh_config.json 这里已经有了，我们可以搜一下这个 red page， 在这儿啊 Q416， 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个下载地址。我们直接点击这个链接，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红睡衣下下来了。如果大家觉得就是下载麻烦的话啊，我这边已经给大家整理了。然后至于这个下载脚本啊，在咱们视频链接下面可以去找到。然后这个 fork 的这个项目地址，包括它这个原始的这个模型，还有这个下载脚本，包括这个训练的这个 ipynb 这个文件，待会儿我会讲到。那么这里我们其实只需要将我这个 fork 的这个项目地址链接到我们这个 web_lmm 下就 OK 了啊。它其实只需要用到这个原始模型跟这个红睡衣的这个模型文件啊。OK， 那我们直接在这里去做一个链接就行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这打包脚本这个 MLC local 啊，它其实是本地的运行的一个服务啊，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 dist 目录下去链接我们的这个模型文件。OK， 链接完成之后可以看到，有这个红睡衣和这个原始的模型文件就 OK 了。然后我们修改一下 MLC local 的这个 config 文件，将我们这个地址指向我们本地的这个地址，就是 Dr. GPT Mini。这个地方注意，我们需要加一个反斜杠，不然的话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路径。红睡衣的这个 Q416 我们也需要改成我们自己的这个本地的路径 Dr. Mini 下。OK， 这样就改好了。然后我们到打包脚本这里，因为它这里的端口号是8888，而我们的 config 文件里是8000的路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打包脚本改成8000。OK， 这块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然后直接 npm run mlc local， 我们看一下，有了。这样它就从本地去加载这个模型，我们可以试一下。稍等一会儿，发现我这个里报错了啊。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 web GPU 的这个能力啊。那么怎么继续解决呢？之前有一篇文章啊，说是让我们需要启动谷歌浏览器的时候需要加上这个参数。这里还说是不支持这个英特尔的这个 Mac 处理器 Mac 电脑啊，其实是支持的。怎么支持呢？就是大家可以去下载这个 Chrome Canary 这个内测版本。这个谷歌 Canary 啊，它是支持这个 Web GPU 的。那么，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它，然后再加上这个参数去唤起试一试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脚本命令下面，我们可以加上启动，用这个 Canary 去调起这个 Web 浏览器啊，然后我们再去试一下。直接我们 npm run open， 打开这个谷歌 Canary， 还是输入刚才这个8000的这个端口，选择 Dr. GPT。OK，finish loading on Web GPU。这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说句话，还是说我们之前的这个介绍医生我胃疼。试一下，可以看到它已经输出了，就是有点卡呀，可能是我这个电脑配置不太行。OK， 介绍完 Web 以后呢，我们就介绍一下如何从源码去编译 iOS 这个项目。Dr. GPT 这个他说了，最近他是在致力于这个在 iOS 上就是做了一个神经网络，那么去一探究竟，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个是基于 MLC 的，那么我们还是按照 MLC 的这个安装步骤，因为它这里也没有详细的介绍，写的文档非常的少啊。按照 MLC 的文档，我们去找到这个从源码编译这个 MLC iOS 这个项目。首先它需要让你去安装 tvm Unity 这个库。你也可以直接去安装
这个 TVM 原始的这个库啊。阿帕奇 TVM 这个库呢，提供了2种方式去安装啊，一种是直接通过这个命令行，但是我试了很多次啊，发现这个命令行不起作用，它一直抱着找不到这个这个 Nightly 这个组件，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国内网络环境的问题吧。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从源码去构建这个 TVM Unity 这个库啊。然后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一些安装环境 CMake、LLM、Git 啊，它也推荐你使用 Conda 去构建啊。第二步就是去执行脚本命令，首先去下载这个 TVM Unity 这个库啊。TVM Unity 这个库是，它是在这个 TVM 这个库的基础上是一个 Unity 的一个分支，但它单拎出来的这么一个库。然后他说是有一些这个紧急情况的修改啊，不知道修改了什么。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安装这个 TVM 这个库啊，按照 TVM 的安装步骤就可以了啊。最后呢，当你执行完这些命令之后呢，它其实是会对应输出主要是输出2个文件，一个是 libtvm， 一个是 libtvm runtime 这2个文件啊，就是在这个 build 目录下会有这2个文件啊，有这2个动态库文件，就说明你这个 TVM 安装好了。之后呢，我们需要将这个 TVM 这个库输出给 Python， 这样 Python 就可以用了啊。然后需要在你的这个bash profile 或者是 zshrc 的文件里去把这个环境变量给声明一下。那么如果我们一旦安装完成之后呢，它怎么验证呢？这里给了一个方式啊，我们直接在这个命令行里输入这个命令，就可以看到TVM 有这个对应的输出呢，表示我们的 TVM 已经装好了。可以安装完 TVM 以后呢，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个原始的这个文档里啊。第二步需要我们去安装一个文件夹，然后克隆这个项目地址啊，它会最终会在这个项目根目录的 dest 目录下会给你创建这样2个文件夹啊，按照这一步。然后下面的话就是验证啊，验证之后第3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sub module 的一个更新，它会在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文件目录下会把这些库都给它加上啊 ，OK 最后会让我们运行这个 prepare libs 的这个脚本，这是主要的啊。这个东西呢是会最终在我们的 iOS 目录下的 build lib 会给你生成这个静态库啊，不然的话这个 iOS 没法 run 起来。它还会有一个就是这个 pre-package model 啊，这个东西默认是装的是这些啊。然后我们发现这个 Doctor GPT 的作者已经把它改成 RWKV 了，但是呢，这个 RWKV 这个模型啊，在我们前面几个步骤下载的都是红睡衣啊，并没有它这个单独训练的这个 RWKV， 我们也不知道它这个下载地址啊，它这个 Doctor GPT 这个文档里没有写，所以就导致我们用不了它这个现在目前在训练的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持续关注一波 Doctor GPT。OK， 当我们执行完这个 prepare libs.sh 这个脚本之后呢，我们会在 iOS 目录下的这个 build 里的 lib 下，我们去看到会有这些静态库啊，我们主要是用到这些静态库然后我们就可以尝试去编译这个 MLC Chat 这个文件了。当然这块还是只能使用真机去编译啊，不然你没法跑这是我们直接点击运行。第一遍编译的话，我们会提示一个失败，提示我们找不到这个路径啊，还是因为这个 app config 这个文件，这个还是被它修改了。我们可以到它官方去看一眼。它在这个地方原始的是我们还是用这个红睡衣和拉玛兔这个版本，它已经还换到了自己这个训练模型。那么我们还是把它先换回去，这样先让它这个程序能跑起来。OK， 再次尝试编译。OK， 修改完以后呢，我们再次尝试运行。发现编译成功了。首先是请求网络。可以看到它魔改的这个 MLC Chat 会多了很多基本信息啊，健康的信息和这个基础信息啊，身高、体重、年龄啊，什么心率什么都有。OK， 我们给它一个年龄。崩溃了，程序崩溃了，看不懂，应该估计是这个它这个模型的问题啊。
那我们持续关注一波，大家如果有知道这个 RWKV 这个模型的后续情况，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啊，我们持续关注一波吧。就现在还是一个不可用的状态。最后再来讲一下如何训练啊。在它的 GitHub 上当中有一个 Cloud Training，但是我们发现点击这个 IPYNB 这个文件，它其实已经找不到了，已经找不到这个文件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啊。然后呢，我尝试在它原始的几个版本里找到了它最初的这个训练那个文件，我已经放到了我的这个项目里。我的这个项目会在这个视频下方去，大家可以找到啊，包括这个刚才视频里讲到的这些模型和这个脚本，还有这个训练这个文件啊。那么既然是一个可视化的 IPYNB 的这个文件，我们可以拿到这个 Colab 里去直接去运行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它视频文档一直介绍的这个原始这个文件啊。它的这个官方这个演示视频啊，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个训练这个文件，所以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感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去训练的这个模型啊。我们可以直接一键运行啊。OK， 总体而言呢 ，Doctor GPT 确实是一款令人兴奋的产品啊。它包括这个完全免费、离线，并且它支持在你的手机端运行。但就目前而言呢，它还有很多功能没有发布啊，包括它这个可以输入身高、体重、年龄的这个 App， 还有它这个 RWKV 这个模型文件到底在哪儿？那我们期待一下它的后续。希望 Doctor GPT 持续给我们惊喜。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麻烦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